欢迎回到高护士健康导航。主食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，它为我们提供了能量和营养，维持了正常的生理功能。然而，并不是所有的主食都对我们的健康有益，有些主食甚至会增加我们患病的风险。那么，哪些主食是最不健康的呢？有人认为是馒头。馒头看似简单无害，但却隐藏着巨大的风险。作为中国人最常吃的一种主食，也是很多人早餐的首选，馒头是由面粉发酵制成的，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和 B 族维生素，看似无害。然而，你不知道的是，馒头的糖化指数很高，达到70以上。GI 是反映食物中碳水化合物进入血液后对血糖影响程度的指标。GI 越高，说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被分解成葡萄糖并进入血液的速度越快，导致血糖升高。长期摄入高 GI 食物会增加患糖尿病、心脏病、肥胖等慢性病的几率。馒头中含有较多的钠，钠是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，但过量摄入会导致水肿、高血压、肾脏负担等问题。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钠不超过2000毫克，而一般市售的馒头每100克就含有约165毫克钠。如果每天吃2个馒头，就已经摄入了330毫克钠，占推荐量的 16.5%。 如果再加上其他含钠较高的食物，就很容易超标。馒头中缺乏膳食纤维。膳食纤维是一种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碳水化合物，它可以增加饱腹感，延缓血糖升高，促进肠道蠕动，降低胆固醇等。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成年人每天摄入膳食纤维25克以上，而一般市售的馒头每100克只含有 1.3 克膳食纤维。如果每天只吃馒头作为主食，很难达到膳食纤维的推荐量，容易导致便秘、肠癌等疾病。因此，馒头是一种高 GI 高钠低纤维的主食，长期食用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医生建议我们尽量少吃或不吃馒头，或者用粗粮、杂豆、薯类等替代。白米饭同样也是高 GI 高钠的主食，而且白米饭的 GI 值比馒头还要高。长期食用白米饭也容易导致肥胖、糖尿病等问题，因此应该注意饮食的多样化，适量摄入各种主食，避免单一主食的摄入。白米饭这个被视作中国人餐桌上最安全的主食之一，其实暗藏许多健康风险。由大米碾磨制成，去除了外皮和胚芽，它含有较高的淀粉和蛋白质，同时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。但是白米饭的血糖生成指数 GI 高达64以上，吃白米饭会迅速提高血糖水平，促使胰岛素分泌增加。长期过量分泌胰岛素可能导致代谢紊乱，使细胞对胰岛素的反应减弱，血糖升高。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、心血管病、肥胖等慢性病的重要危险因素。此外，隔夜的白米饭可能产生较多的亚硝酸盐。亚硝酸盐是一种化学物质，可能在人体内转化为致癌物质亚硝胺。在高温、低酸度、缺氧的环境下，这种转化更容易发生。因此，吃白米饭可能增加患胃癌、食道癌、肝癌等消化道癌症的风险。再者，白米饭缺乏维生素 B1。维生素 B1 也被称为硫胺素，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，可以参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，生成能量和神经递质。缺乏维生素 B1 可能导致脚气病、神经系统的损伤以及心脏功能障碍等。而大米在去除了外皮和胚芽后，就失去了大部分的维生素 B1。如果每天只吃白米饭作为主食，很难满足对维生素 B1 的需求，容易出现缺乏症状。简而言之，白米饭是一种高 GI 高亚硝酸盐低维生素 B1 的主食，长期食用可能对我们的健康产生不良影响。谷蛋白是一种可能引发人体免疫反应的致敏物质，对于某些对谷蛋白过敏或不耐受的人来说，吃面包可能会导致肠道炎症，出现腹泻、腹胀、皮疹和关节痛等症状。这种情况被称为乳糜泻或非乳糜泻性小麦过敏。此外，谷蛋白还可以通过血液大脑屏障影响大脑的神经递质，导致焦虑、抑郁、注意力缺陷等心理问题。面包中通常含有较多的添加剂，这些添加剂是用来改善食品品质和延长保质期的化学物质。然而，并非所有的添加剂都对人体无害，一些添加剂可能会对人体产生毒副作用，例如防腐剂会损害肝脏和肾脏。
漂白剂会破坏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人工色素会引起过敏和癌变等。而市面上的面包中往往含有多种添加剂，如钙丙烯酸盐、硫酸铵、苯甲酸钠等。如果长期将面包作为主食，可能会摄入过量的添加剂，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面包是一种高谷蛋白、高添加剂、低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食，长期食用可能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面条含有较高的淀粉和蛋白质，也是一种高能量的食物，但是面条中含有较多的胆固醇。胆固醇是人体内一种重要的脂质，具有合成激素、维持细胞膜稳定等功能。但是过量摄入胆固醇会导致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升高，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，阻塞血管，增加患冠心病、脑卒中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面条每100克含有约50毫克胆固醇，如果每天吃2碗面条，就已经摄入200毫克胆固醇，占推荐量的 66.7%。如果再加上其他含胆固醇较高的食物，很容易超标。面条中含有较多的磷，磷是一种矿物质，在人体内有多种重要的功能，如构成骨骼和牙齿，参与能量代谢，维持酸碱平衡等。但是过量摄入磷会导致钙流失。钙是另一种矿物质，它也在人体内有多重重要的功能，如构成骨骼和牙齿，调节血液凝固等。钙和磷在人体内需要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。当摄入过多的磷时，会刺激甲状旁腺分泌甲状旁腺激素，甲状旁腺激素可以促进钙从骨骼中释放出来，进入血液中，以维持血液中钙和磷的比例平衡。但是这样就会导致骨骼中钙的流失，引起骨质疏松等问题。而面条中的磷主要来自面粉中添加的泡打粉和碳酸氢钠等发泡剂，一般市售的面条每100克就含有约200毫克磷，如果每天吃2碗面条，就已经摄入800毫克磷，占推荐量的 80%。 如果再加上其他含磷较多的食物，就很容易超标。面条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，在加工过程中也会损失一部分营养素，而且面条的烹饪方式也会影响营养素的保存。如果用开水煮面条，会导致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流失；如果用油炸面条，会导致油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破坏。面条是一种高磷、低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主食，长期食用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不良影响。总之，馒头、白米饭、面包、面条这4种常见的主食都有各自的危害，它们都可能使我们患上各种慢性病，如糖尿病、心血管病、肥胖、癌症、骨质疏松等。这些慢性病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，还会增加我们的医疗费用和死亡风险，因此我们应该尽量少吃这些主食。同时，我们还应该注意主食的摄入量和搭配方式，不要过量或单一的吃主食，而要与蔬菜、水果、肉类、奶制品等其他食物均衡的搭配，形成一个合理的饮食结构。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才能保持身体健康，远离慢性病的困扰。你平时吃什么主食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